我的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发现老公出轨了一个叫苏糖的女人后，我第一时间向沈玉提了离婚。我提交了离婚申请，咱们俩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没必要，苏糖是不婚主义，她从来没想过要离婚。是你出轨了啊？所以呢？哎呀，苏糖她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不用担心。你真是够和谐。强姐，你别太过分，男欢女爱，逢场作戏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吗？你出轨，还想让我跟小三和谐共处？难道我不该闹，不该跟你提离婚吗？强姐，你别忘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是我给的。滚！行，30天离婚冷静期，我等你随时后悔。我绝对不会后悔。强姐，不能离婚！你是谁？为什么会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是10年后的你，你相信我，你不能跟沈玉离婚。一旦离了婚，你会怎么样？爸会死。爸的身体一直很硬朗，怎么会3年前查出来的？这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手术费用可不低呀。爸，不治了，花这1万钱。钱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您呀好好治病就行。我去跟医生沟通解决方案。这边请。不止爸，还有冉冉，还有冉冉。冉冉怎么了？你亲手毁了冉冉的小提琴梦。妈妈，小提琴我以后不学了。为什么呀？学小提琴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梦想是会变的，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妈妈不用这么累。妈妈不累。冉冉，就是因为你的冲动离婚，你的清高，你自己所谓的那些骨气，你只让沈玉赔了30万就算了，可这30万根本就不够，他不够爸的医疗费，他也负担不起冉冉的小提琴梦。可是就算我跟沈玉离婚了，冉冉也是他的亲生女儿，难道他一次都没回来过？来过啊。给冉冉的。江念，可真有你，拿孩子当借口勾搭前夫，你有完没完了？人是他自己要来的，跟我没关系。干嘛呢？我们都已经离婚了，没必要对苏糖敌意那么重。那以后就别来了，我不想让冉冉看到这些糟心事儿。再见。但是后来，苏糖生了他的儿子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了。江念，这就是你硬刚离婚的下场，你自己苦头吃尽，爸去世，冉冉前程尽毁。
难道我就只能吞下这口气？不是吞下，是换一种方式讨回来。婚姻不是赌气，它是成年人的筹码，是你护住孩子的底气。怎么能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苏唐马上就会发给你一段视频，视频里面沈玉会亲口告诉你，你离婚之后拿不到任何财产，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你老婆还真是符合我对书呆子的刻板印象，她还真跟你提离婚了？离就离呗，给他一套房子打发了事，其他的他什么都得不到。那你可就真的没有老婆了？我可是不婚主义，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更不会跟你生小孩。结婚有什么好的？我们俩各取所需。走，开始。沈月，原来你早就想好了，如果我跟你离婚，我就得不到任何财产；如果我不离婚，我就只能忍受你跟苏唐出轨。你还真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帮我查一个人，苏唐。沈月，既然你不想离婚，那我也就不着急离，直到我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为止。苏唐，陕豫合作药企的医药销售经理，入行10年，出了名的能拼能扛，圈里人啊都叫他带刺野玫瑰。野玫瑰？对，这个人啊，天天说自己有钱有颜，没必要困在婚姻里受搓磨。公司里好多年轻小姑娘都把他当偶像，追捧他所谓的清醒独立、不婚自由。不想结婚，却不妨碍她抢别人的丈夫。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沈玉不是想婚内逍遥，坐享其人之福吗？那我就成全他。你疯了！以你的性格，你不是应该马上跟他离婚撇清关系？你居然忍了？我不是忍了，我是不能就这么算了。什么意思啊？沈玉不想离婚，如果我非要跟他离的话，他肯定随便就给我一套房子把我打发了，然后名正言顺的跟苏唐在一起，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你想多分些财产？没错，离婚申请我已经递交了，我不差这30天。苏唐不是不要名分吗？那我就好好给他上一课。至于沈玉，房子我要，孩子我要，钱我也要。早该这样了，被沈玉当成包子拿捏那么多年。现在好了，包子崛起了。这是你让我整理的沈玉公开的资产，不完整，但是足够让你心里有底。接下来我再帮你整理他的房产、基金、账户流水。谢谢，再帮我准备一份家庭资产转移合同。行，跟我客气什么？记住，千万别硬撑，有需要就找我。现在你相信我说的了吧？不过，苏唐不是不婚主义吗？他们怎么会有个儿子？苏唐所谓的不婚主义，撑死也就撑了2年。35岁一过，他就开始有了年龄焦虑，开始向往家庭的温暖，转头就跟沈玉领了结婚证。第2年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所以他不是不想结婚，不婚主义就是他立下的大女主人设，为了博其他人好感。苏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妈，我给你约了杯牛奶。冉冉，之前学校提的那个夏令营，你怎么没跟妈提过呀？我不太想去，我想在家陪着妈。冉冉，冉冉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冉冉以前很爱笑，很爱闹，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也很敢争取啊。是呀，
但是后来，珊珊学会了懂事儿，你自己看吧。后来，沈玉创立了公司，赶上了风口，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你呢？你连自己爸爸都救不了，冉冉连一次夏令营都不敢去，凭什么福都别人享了，苦头都由你一个人来吃？他没有夸大其词。沈玉他妈当年也是癌症去世的，是我挺着5个月的孕肚照顾他妈，也是我给他妈料理的后事。沈玉忙事业，根本没出息。小年，你要相信我，爱不爱的根本就不重要。你不要爱男人，你要学会用男人。这是我用了10年的血泪换来的教训。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妍妍，爸，今天你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马上就到。怎么突然间要体检啊？我这身体挺好的啊。爸，听我的，必须去。医生，我父亲的状况怎么样？你看，你父亲的左肺上叶上有个8毫米的结节，边缘有毛刺，形态不是很理想啊。但目前还在可观察的范围区间。我建议啊，每半年复查一次。果然，医生，我们不观察，请您直接安排手术切除。哎，年年，就是个小结节，吃点药控制一下就行了。做手术太折腾了。不折腾，彻底切除了我才安心。我不能动。好，您先坐。沈玉是医药代表，如今已经做到大区总监级别，手里握着大把的医疗资源，不用白不用。爸，我出去打个电话。好。你说，沈玉，我爸查出肺部高位结节，需要立刻手术。今天之内帮我安排专家，敲定手术方案，安排特护病房。知道了。3天之后手术 ，VIP 病房已经安排好了，想清楚了就好，别再闹离婚。沈玉，你的资源我先收下了。主动找我帮忙，看来你是想通了。想清楚了。想通了就好，把离婚申请取消，以后别再闹。苏唐又不会跟你争什么，你就安安稳稳的做你的沈太太。好。这就对了，夫妻之间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你以前就是太较真了。你以前就是太较真了。以前是我不懂事儿。你要这样想，我就放心了。爸，您醒了。小雨，你也在啊？爸，手术很成功，安心休养。好，年年，沈玉是个好孩子，你和他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不能总耍小性子啊！爸，您放心，我们俩好得很。我去打热水，你们聊。去。爸，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琪琪，念念，沈玉名下公开资产我又整理了一遍。你之前说要让他把家庭资产往冉冉名下转，我整理了一个可操作的协议，发你了。这么快？别小看我啊！不过你要让沈玉签字，最好想个合理的理由，不要让他怀疑。好，我会让他亲手签的。念念，你真的变了。不变，就只能等他们吃我的血肉，享我的福报。有需要随时找我。沈月，好好珍惜剩下的离婚冷静期吧。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抱一下。我说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原来在这孝顺岳父呢。这老爷子刚做完手术，我总得在人面前装装样子吧？装一整晚。沈总监，你这戏演的也太卖力了吧？知道我的心在哪儿？要不我放你回归家庭吧，反正我苏唐不是玩不起的人。你又来了，这世上还有谁比你活得更加自在通透？他跟你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嘴真甜呀！那你要不要陪我回公司啊？公司可还有客户等着呢。陪啊，当然陪。哎呀，让你等久了，一会儿好好陪你。沈太太，沈总监有事需要跟我出差一趟，是要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公事为重。沈总监就先跟我走了。二这边术后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没什么大事。我呢，确实是有紧急工作需要出差，你就留下来多费心照顾他。江念，别在医院闹。沈太太应该不会这么不识大体吧？毕竟你爸刚用完沈玉的资源，总不会现在翻脸吧？行了，我们走。站住！站住！江念，你到底要干嘛？有完没完？沈太太，说实话，只有你会一直围绕着家庭琐事，心甘情愿地给男人做免费保姆。而我不一样，我拼事业，我不会抢沈太太的位置的。苏小姐事业心这么重，确实难得。当然，沈玉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能帮她往上爬，不像你，只有男人和厨房。那好，正好这几天我要在医院照顾我爸，沈玉的时间和精力就交给苏小姐代为照顾了。不过，还请苏小姐注意分寸，工作归工作，可别闹出人命。记得买，费用我报销。江念，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江念，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沈玉，三儿就该有三儿的样子，我这是为你好，否则真闹到法庭上，对你不利。你说是吗？沈玉，玩不起就别玩，这是让太太来羞辱我吗？糖糖，你先听我说。听你说什么？说你太太给我小费，让我伺候你吗？糖糖，让开！卡给我。什么卡？爸的医药费、术后护理、特殊病房，还有后续康复的治疗费都没结清。你现在跟我算这些？那不然呢？你是我丈夫，既然沈总监想在人前做孝顺女婿，那就别只做半套。你别太过分。我的副卡，立马你知道。糖糖，沈月，你的愧疚不值钱，但你的钱还可以。沈玉呢？沈玉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呀？公司安排了一趟急事儿，他临时要出差。怎么这个时候出差呀？冉冉后天就生日了，他能赶回来吗？没事儿的吧？他越忙，我跟冉冉的生活才越有保障。这可不像你说的话。你之前一直催着沈玉多陪陪孩子，怎么突然变了？想通了呗，这陪伴和钱哪能同时都有？
爸，冉冉的小提琴课马上就要放学了，我先去接她。你可别跟冉冉说我做手术的事啊，省得吓着孩子。知道啦。去吧。去吧，妈没事啊。爸，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为了钱放弃自己。妈妈，冉冉，妈妈，妈妈，老师今天夸我啦！夸你什么啦？夸我音准比上周好多了，还说我以后一定站在很大很大的舞台上。我们冉冉真棒！冉冉妈妈，冉冉妈妈，冉冉呀，真的特别有天赋，乐感准又坐得住。像她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专注力，真的是太难得了。是您教的好。我说真的哦，她如果一直练下去，绝对不是兴趣班这种水平。好好培养的话，说不定能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小提琴家呢，是不是啊，冉冉？李老师，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认真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我想一次性交清未来10年冉冉的小提琴学费。10年？冉冉妈妈，我这个培训班都不一定开10年呀。我们呀，认的是您这个人，又不是这个补习班。就算你以后不开了，我们冉冉也只跟着您学。但是这笔费用实在是太大了，你要不回去跟孩子父亲商量一下？这就是孩子爸爸给的教育保证。妈妈，我以后真的能一直学小提琴吗？当然能，只要冉冉想学，妈妈就能让冉冉一直学下去。那我以后要站在很大很大的舞台上给妈妈拉琴。好，妈妈等着。好，我收了。以后冉冉的课，我亲自单独带她，全力栽培她。冉冉，妈妈毁过一次你的梦想，这一次我拼尽全力也会帮你圆梦。咱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买个包给你赔罪，行不行？沈月，我是不屑的跟那种人辞境，要是换了其他人，你就要被撕烂了。是，他见识短，他怎么能跟你比呢？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不生气了，好不好？我要那个包，你买给我，我就不生气了。买。这款是新季限量，非常适合这位女士的气质。包起来。刷卡。糖糖，医院的事啊，这江宁说话太难听了，回头我好好教训他。你舍得吗？他又不是你，有什么舍不得的？你放心啊，他现在已经想通了，以后他肯定不敢再闹。他最好是，要是他再搬出他正妻的那一套来恶心我，我可不会忍。他就是嘴硬，真要离了，他什么都不是。你可不一样。先生，不好意思，您这张卡余额不足，无法支付。余额不足？这卡里面有200万，怎么可能没钱啊？先生，系统显示账户余额确实为零。沈月，你不想买包就直说，200万能不翼而飞吗？怎么会不想买呢？不应该啊，是江念。妈妈接个电话。江念，卡里200万怎么没了？到底拿去干什么了？我给冉冉交了小提琴学费。你跟我开玩笑呢？小提琴学费要200万，你是不是故意乱花我的钱？我一次性交了10年。10年？谁让你这么交的？
既然你让我留下来做沈太太，我总得给冉冉留一份保障吧。保障就是乱花钱。既然你选择了不回家，不陪伴孩子成长，那我总得用钱替冉冉买个确定性吧。还是说，你想回归家庭，亲自陪伴孩子的成长？沈玉，你说完了吗？回去我再跟你算账。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既然你让我兜底家庭，那就得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冉冉，跟老师说再见，我们该回家了。老师再见，拜拜。妈妈，后天就是我们生日了，爸爸这次会在家陪我过生日吗？爸爸临时出差，可能回不来了。不过有妈妈呀，我可以带你去买最喜欢的蛋糕，提前给你过生日，好不好啊？好，妈妈陪，我也开心。你最快了，走吧。所以，我包呢？糖糖，这包咱要不先不买了？我现在身上流动钱不多，这200万都被江念给花了。等下次我一定给你买，好不好？没关系啊，我本来就不是图你的钱，我有工作能赚钱，我不需要别人养，不像某些人只做伸手党。刷我的卡。好的，女士。女士，您的包。糖糖，我下次一定好好补偿你。我们下次买个新款，我们挑个最贵的。算了，不纠结了，陪我去买个蛋糕，这总可以了吧？必须的，吃多少都没关系。你也就只能买个蛋糕了。糖糖，我来拿。欢迎光临。都太甜了，换个抹茶的。你记性还挺好的嘛，知道我爱吃抹茶。爸爸，真晦气，早知道不理。爸爸，你怎么会在蛋糕店？是不是知道我过生日，所以出差回来给我买蛋糕呀？啊，刚回来。那爸爸今晚可以给我讲故事书，哄我睡觉吗？好。沈总监，我们今天还有事情要处理呢，你忘了？爸爸，这个阿姨是谁呀？沈月，介绍一下吧。他是爸爸的同事。同事是什么？和妈妈一样吗？小朋友，姐姐呢是你爸爸工作上最好最默契的伙伴，跟你妈妈可不一样，她只能在家里面打扫做饭，而姐姐呢是可以陪你爸爸往上走的人。才不是呢，我妈妈才不是只会打扫做饭，我妈妈以前也有工作，她是为了爸爸才辞职，而且要不是妈妈照顾生病的外公外婆，爸爸工作就不会这么顺利。倒是阿姨你，是不是你天天陪着我？那爸爸就没时间陪我了。怕不是第三者吧？当着人家孩子的面调戏原配，太没分寸。看着挺精致通透的，没想到专插足别人家庭，还装成同事。江念，你怎么教育小孩的？说话这么没有教养。我女儿只是实话实说，最没教养的人是你。好了，别说了。冉冉，爸爸确实有紧急的工作还没做完，等下次爸爸一定陪你过生日，好不好？可是爸爸上次也说下次。沈月，还不走啊？
妈妈为什么总是很忙？她是不是又要不陪我了？然然，不难过，爸爸不陪你，妈妈双倍陪你。今天我们买2个蛋糕，一个今天在这儿吃，另一个可以破例带回家，好不好？好，去吧，看看你喜欢哪个。妈妈，我想要这个。好，那就这个。小朋友眼光真好，这款今天最新鲜。沈月，从今天起，我会让冉冉知道，你不配，也不会继续当他的爸爸。我们谈谈。昨天蛋糕店的事儿，苏唐说话确实急了一点。你当着孩子的面说那种话，你还配不配为人父？昨天我已经教育过苏唐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你保证？年年，知道你委屈，苏唐他跟你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苏唐他不婚不育的，图的就是个潇洒自在。我跟他长不了，你心里清楚。最后啊，少年夫妻老来伴，还是咱们俩。你把我当什么？在外面玩够了，回来我这儿养老。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难听的是话，还是你跟苏唐在外面做的那些事儿？我知道你生气，是这段时间是我不好，是我亏欠了你跟冉冉。那这样子，只要你愿意不继续闹离婚，以后我每个月给你3万块家用，1分不少。以后我每个月给你3万块家用，1分不少。3万块，在他眼里，我的隐忍，这个家的体面，他在外肆意出轨的底气，区区3万块就能买断。哎呀，这就对了嘛，想通了就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这蛋糕给我留的，我跟苏唐已经商量好了，要一起辞职，合伙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你要创业？对啊，我手里有研发资源和人脉渠道，苏唐又是10多年的老销售经验了，我们俩强强联手啊，公司一定能做大做强。主要还是为了你跟冉冉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创业有风险，你要拿你自己的未来去赌事业，我不拦着你，但是冉冉还小，她不能跟着你一起承担风险。是，创业肯定有风险的嘛，但是这行我太了解了，只要抓住机会，这利润不是现在能比的。你们行业里那些门道我不清楚，但是我总得给冉冉一份保障。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要创业，我不拦你，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把家里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都归到冉冉名下。把家里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都归到冉冉名下。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有必要吗？有。合着我刚才跟你都白说了。我为什么要创业？我不是为了你跟冉冉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吗？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要拿未来去赌事业，我不拦你，但是冉冉还小，不能跟着你们一起承担风险。房子、现有的存款、基金份额，该归到冉冉名下的都必须提前办好。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你跟苏唐办公司也不是小事，你提前跟我商量了吗？家里刚买第2套房，手头存款不算多。冉冉是我亲生女儿，资产挂在冉冉名下，只要不离婚，就都还是这个家的。冉冉也是我女儿，给她保障我没意见。那就签字。先说好，以后别拿这个说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是少年夫妻，老来伴。第1颗筹码到手了，现在放心了？手续全部办完了，那我才能放心。明天我让助理配合你。不用，律师跟房产中介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下午就能办。你准备的倒是挺快啊。涉及到冉冉，不快不行。看来为了孩子，他不得不妥协。行，
那我就安心去创业。祝你成功。爸的医药费，冉冉的学费，房子，存款，我终于改变了爸和冉冉的结局。接下来，该清算了。陈总好，副总好。沈总，恭喜啊，这个位置还不便宜。公司刚开业，总要撑撑场面。还是老板娘的眼光好。那以后就麻烦您多照顾照顾我们沈总啦。好，强强联手，生意肯定红火。借您吉言。今天辛苦你了。以后辛苦的地方还多着呢，沈总不会后悔吧？有你在，我怕什么？怎么了？没休息好。没事。苏总是不是不舒服啊？这反应，不会是怀孕了吧？别的人站着吧，先去医院。今天开业，身体要紧。经济状况恢复不错，目前没有发现异常啊。我就说没事儿嘛。医生，那后续还要多久再复查一次啊？前3年我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千万别大意。好，我会记得。念念呀，爸现在真的挺好的，你不要把自个儿绷得太紧啊。我可不紧张。你把我都整紧张了。你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好强，有什么事儿呢都自个儿扛，能扛住就不算坏事。女孩就要能扛事儿。好。沈玉，不怕，很快就好了。你说的倒是轻松，要做的人又不是你，要不还是……沈玉啊，你怎么在这儿？我办复查。苏杭人流手术，大夫过来签字。沈志友，看什么看？爸，你别激动。不是你想的那样，听我跟你解释。不是那样，是哪样？沈玉，你给我个解释啊！家属签字，后面还有病人在等呢。沈玉，先去签字。念念，爸，我们走。你怎么能这样？先回去。念念，家属到底签不签？马上来。念念，你不是说他不婚不育吗？你还真是满口谎话。不过私生子是我的底线。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你最好让他做干净。爸，你现在不能生气，深呼吸。那女子肚子里的孩子是沈玉的，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今天跟您一起采庄稼。那她出轨的事儿呢？早就知道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爸说？您才做完手术，我不想让您操心。我不操你的心，我着谁的心？您别生气，现在不能动气。我一直以为沈玉这孩子靠谱踏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把你给托付给这么一个东西。爸，为他生气伤身体不值得。我不是生他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心。我还劝你跟他好好过日子，我还劝你不让你耍小性子。念念，爸是不是耽误你了？您怎么能这么说呀？沈玉现在名下所有的房产和钱都在冉冉的名下，等离婚冷静期一到，冉冉的抚养权归我，
所有的钱财也归冉冉，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么说，你都安排好了？这段时间你装作不闹，就是为了这个？不是装，爸，我以前吧，总觉得被背叛了，就应该果断的离开，才算是有骨气。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所谓的那些骨气，不能让你有钱治病，也不能让冉冉继续学琴。我不是为了报复沈玉才继续忍耐的，我是为了保住您，保住冉冉。沈玉背叛我，是他的错，我不能让沈玉的错成为我们一家的苦。年年，既然你什么都安排好了，爸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记住，万事有爸，爸为你撑腰。谢谢爸。但是你也要答应爸，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你都不能自个儿扛。该恨的时候我们恨，该走的时候走。我知道，所以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爸，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啊？沈玉公司。您好，请问您找哪位？我找沈玉。老板今天不在公司，老板娘也不在，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等老板回来我帮你转达。我知道老板不在公司，我也不需要他的联系方式。好的，您说。我叫江念，是沈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你是沈总太太？是，请你把我以下的话原模原样转告给沈玉和苏唐。如果他们以后再闹出什么私生子，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毕竟这是我能跟他们相安无事的底线。苏唐不是爱在人前立大女主人设吗？那就让她在人前把她的人设彻底撕干净。喂，老板娘，不好了，沈总太太来了。你说谁来了？他说他才是沈总法律意义上的妻子。那苏总岂不是？刚才沈总太太提到了私生子，要我说，苏总今天去医院就是打胎去了。拦住他！沈太太，您等一下。还有事儿？苏总想和您说两句。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可以帮我转告一句话：好自为之。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您和沈总好自为之。张念，江念，你这个臭婊子，你到我公司来干什么？是不是以为你拖着不离婚就能给我摆正宫大家的谱呀？经营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你不觉得你很可悲吗？我让他抛弃你们母女俩，不过是我勾勾手指的事情。管好他，这是最后一次。你不是不争吗？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争不争。你今天给他发消息了，你是不是疯了？他凭什么来公司呢？他凭什么当着前台说那么多难听的话？他说的有问题。他刚跟你告完状，你就来找我。沈玉，你到底是谁的人啊？苏唐，差不多行了，他已经够隐忍的了。隐忍？他隐忍？我今天躺在医院里，他跑到公司里去闹，我怕传出什么不好的话，我连院都不敢住。现在是他隐忍，对吗？他没有选择把事情闹到客户面前。没有去报警，更没有把事情发到网上，他就是不想我有私生子啊！私生子？你说我们的孩子是私生子？当初自己说的不婚不育，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你再给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沈玉，我今天为你留了一个孩子，你现在要站在江念那边，是吗？
我没站在谁那边，你句句都是在替他说话。她是我法律上的妻子，现在公司刚刚开业，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对谁没好处？对你吧。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你后悔了？没有。你有，你后悔了。你是不是想去找那个江念？你不说话，因为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因为你心虚。你说呀，你说你不想去找他，你说呀，你说呀。我能不要每次都扯到江念啊？我不提他，他就不存在吗？你每个周末都回去看女儿，他给你倒杯水，你觉得他懂事了，听话了，你喜欢他了是吗？冉冉是我女儿，我去看她有什么问题啊？问题就是你每次回去都会心软。沈月，你现在跟我站在一起，你如果敢回头，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苏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还没说过离婚娶我呢，我以前还没给你打过孩子呢。好了，我知道你委屈，我们先不闹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先睡下，明天再说。你不许走。我不走。医院的事，确实是苏唐太冲动了。所以呢？我想了一下，以后每个月家用从3万改成6万。冉冉学琴也好，爸夫茶也好，家里开销不能亏。条件？你以后别去公司了。苏唐刚做完手术，情绪不太稳定，你们俩碰面，大家都尴尬。你是怕他尴尬，还是怕大家知道她不是老板娘？念念，你别这么说。前台叫她老板娘，客户也叫她老板娘，结果我这个法律妻子来了，让她很没有面子。6万块1个月，买我不戳破她的体面。念念，说话别这么难听。事实比我说话更难听。你就当是为了冉冉。公司现在刚起步，不要闹得太难看。钱我会按时转的，你想怎么用都行。每个月1号到账，合同为证。还要签合同？你跟苏唐能合伙开公司，自然就应该知道口头承诺最不可靠。每个月6万，用于冉冉的生活开支、家庭开支，还有我爸后续的康复费用。迟1天，协议作废。协议作废什么意思？我重新进行维权，包括去你公司说明情况，重新推进离婚。威胁我？是交易。不会吃。那就好。慢走不送。念念，我们一定要变成这样吗？是你先把我们变成这样的。说，江念，你给我听好了，属于你的正妻身份已经被我用钱买断了，以后你不准再出现在公司，也不准在我不允许的情况下让沈月回你那个家。还有呢？你别装了，你能做成你这样不可悲吗？6万是1号到账，记得准时。放心吧，我有的是钱。那就好。江念，你别得意，沈玉的人在我这儿，他的心也在我这儿。你收钱，不过是承认你输了。苏唐，干什么？6万块1个月，买断一个烂人，划算。还有15天，沈月，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妈妈，李老师今天夸我了，
还要参加全市的小提琴比赛呢。我们冉冉真棒！那当然了，以后我还要去更大的舞台上，给妈妈、给李老师、给很多人拉琴听。好，妈妈，如果爸爸不回来，我们也会过得很好，对吗？对啊，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妈妈会陪着你一起练琴，陪着你一起去吃你最喜欢的小蛋糕，一起陪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玩。那我也会陪妈妈。你最乖了，今天累不累？我来啦，琪琪阿姨。去玩，我和妈妈聊聊。那沈玉公司新项目合同，我突然看了一眼，参数很怪，你瞧瞧。这个合同有问题啊，公差范围太窄，适配场景却写得很宽。什么意思？他们公司做的是医疗设备的检测设备，精度要求达到了进口标准，但是这家代工厂之前只做普通的耗材配件，设备精度和质控体系全部都跟不上。沈玉这都看不出来。他只是个销售出身，懂客户，懂渠道，但看不懂这些参数。400万的合同，800万违约金，10天的交付，这不是个坑吗？是。那你要告诉沈玉吗？创业有风险，人人都知道。就算我告诉沈玉，他也未必听得进去。也是，他和苏唐现在春风得意，未必听得进去啊。是一定听不进去。可是这个项目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公司会很麻烦，应该不会签吧？那倒未必。苏唐现在着急想赢，他越想赢就越会输。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现在最怕的不是亏钱，那他怕什么？怕沈玉觉得他不如我。等着看吧，他们的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看看吧，我刚谈下来的新项目，总金额400万。400万。沈玉，我早就跟你说了，能帮到你的只有我。这种配件的精度要求很高，你有做过参考吗？咱们现在能不能做？只要他们给钱，我们怎么可能做不了？听说沈总太太之前是实验室研究员，这种技术参数她肯定都看得懂。要不问问她一个家庭主妇，她懂什么？这个单子我们做不了。凭什么？咱们现在的合作工厂根本做不到这个标准。你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谈一下？能不能做成是你的事儿，能不能谈下合作是我的事儿。苏唐，你先听我说，这不是普通的耗材，核心部件公差一旦超标，就连最基本的设备检测数据都会受影响。你能不能别找借口？没有经验就不能做吗？公司刚创立，哪个项目不是靠拼拿下来的呀？这不是拼不拼的问题，你也看到了，合同里800万的违约金，交期只有10个，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这意味着只要我们能拿下这个项目，我们这个季度的现金流就有了。那做不成啊！你还没做呢，就想着做不成呢？是不是江念跟你说什么了？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江念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啊？他真以为他以前看过几台实验室的仪器，就懂什么商业项目吗？这是我们的公司，他懂什么啊？别把他扯进来！是你把他放在心里比较的。反正合同我已经签了，800万的违约金，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说什么？签了？对。你太过分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我这是在给公司找生路。沈总，这个项目真的风险太大了。签都签了，还能怎么办？你先去趟代工厂，加钱让他们上最好的设备。实在不行，只能在质检报告上改一下了。先交付再说。沈总，这可是违法的。我不知道。
那要不然，800万的违约金你来赔。是。这批设备配件出现了批量质量问题，我们医院现在暂停使用，赔偿方案今天必须得给到。但是我们当时出厂测试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是运输上可能？苏总，我们要结果，不要借口。你看吧，我当时就说了，这个订单周期太赶了，做不了。你倒好，直接就把合同签。当初这个客户是谁拿下来的？没有我，公司有什么营收啊？现在出了问题，是我一个人的错，对吗？沈总，有几家老客户都说暂停合作，新品那边给出了更低报价，还承诺售后助手。怎么回事？我们合作了那么久，怎么能说停就停啊？上次您调整的返点政策，没有提前和他们沟通，客户那边意见很大。我早就说了吧，老客户的关系不能硬砍。那不砍成本，利润从哪儿来？你砍的是成本啊，你砍的是我的客户关系。别动不动说是你的客户，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对，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家倒是你一个人的。现在在开会，说公司。你也知道说公司啊？上周末你回去陪女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公司啊？都出去！出去！不是苏涛，你现在怎么变这样了？公司出问题了，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补救，不是在这里互相攻击。你也知道要补救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这个客户很重要？你当时第一时间就觉得我比不过江念，对不对？怎么又扯到江念了？这件事情到底跟江念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她一个家庭主妇，只要在家里待着，你就会觉得她懂事儿。我呢，我替你谈客户，我替你管公司，现在出了事儿，就是我冲动，我不懂技术，我添乱。但是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强行签的。我是为了公司好啊。沈玉，公司赔了，我的钱也砸进去了。所以呢，你想怎么样？我要你跟江念离婚，娶我。当初是你自己说的，不婚不育，不要家庭束缚。那你当时还说你们俩感情不好，早晚会离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老婆孩子在那边，公司和我在这边，你两边都没耽误呀。你又来了！我说错了吗？现在公司已经够乱了，你能不能别再添乱了？我让你娶我，就是在添乱。沈总、苏总，打扰一下。出来！这个月回款延迟，客户资金需要预留，账上资金已经不够覆盖整个支出。还有多少缺口热先保工资和供应商最低付款，缺口大概80万。我们不是还有一笔老客户的回款吗？这笔客户被静婷给劫走了，对方明确回复暂停合作。先把工资预算。可每个月1号还要转6万块钱的生活费。先不转了。不行，必须得转。现在公司账面紧张，不转的话，等着江念来公司闹，让所有人看我们的笑话。苏总，再转下去的话，下个月工资可能发不出来。从我工资里扣。苏总，我说从我的工资里扣，转给他，转给他。苏达，你没病。有必要。
怎么不欢迎我？进来说，别吵到邻居。哇，好舒服的房子呀！哟，养生茶哎，你还挺会享受的。有事说事儿。每个月6万准时到账，孩子有人教，爸爸有人看，丈夫不用伺候，烂摊子不用收拾。钱是你们自己愿意给的。愿意？你别装清高了，你不是说你不争吗？你不是说你最体面了吗？到头来你最狠。我争的是我跟女儿的保障。保障？你把沈玉当提款机，把自己说的这么伟大。沈玉是冉冉的亲生父亲，给孩子生活费天经地义。那我呢？我陪他创业，我替他陪客户，我陪客户喝酒，我赔进去的积蓄和资源算什么啊？那是你们之间的商业合作，跟我没有关系啊。跟你没有关系。每个月打给你的6万块钱，现在是从我的工资里扣的。那你更应该去找沈玉。你少装无辜了！要不是你到公司去闹，要不是你拿正妻的身份压我，他会给你这笔钱吗？我不是去闹，是去提醒你们，婚姻还没有解除。你就照着这张结婚证呗。对啊，法律承认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用？你终于承认了，你就是故意拖着不离婚，你就是想耗我们的钱。是沈玉不想离婚，你找错人了。他不愿意离婚，是你不愿意放过他。你不是不婚主义吗？既然不想结婚，你急什么？人是会变的。是想结婚了，还是发现不结婚，你连分钱的资格都没有？公司的债务是你跟沈玉的，婚内财产是我们的，不管你做再多，你都不会成为沈太太。不可能！你可以去问律师啊。你真恶心！你抢别人丈夫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你自己恶心？你要干什么？喂，怎么了？沈玉，我现在在江念着，20分钟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你去他那干什么？苏塔，你别乱来啊！19分钟。我觉得今天要把话说清楚。你不是说我没资格吗？那我今天晚上就让他给我资格。你喝多了？我很清醒。清醒的人根本就不会拿婚姻当赌局。你不也是吗？你拿结婚证在赌他的钱和退路。我赌的是我和我女儿的未来。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了，其实你才是那个最会算计的人。你知道他怕你去公司闹，你知道他要脸，所以你一步一步的把钱都攥到了你手里。既然你知道，你还主动帮他付钱，你不是比我更会算？只不过你算的是他的未来，而我只要他的现在。苏唐，你来这儿干什么？先下来，回去再说。我没去，回哪儿去啊？回我们那个快要破产的公司，还是回你给我租的大平层啊？别在这发疯！发疯？我今天叫你来呢，就是想当着你老婆的面问你，我现在愿意嫁给你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跟你老婆继续过离婚手续，然后娶我？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好个屁呀！你进可攻，退可守。你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在外面像个傻缺一样给你冲锋陷阵。你说挺好的，是对你好吧？苏唐，你喝多了，先跟我回去再说啊！来，下来。我没喝醉，我现在再清醒不过了。他每个月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干，就有6万块钱的进账。我呢，
我替你管公司，替你陪客户，我替你留孩子，最后我成什么了？能别说了？我凭什么不说啊？我今天就是要一个答案，你到底娶不娶我？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谈这个的时候？现在公司一大堆烂摊子没解决，客户那边赔偿也还没有解决。我要是现在这个时候离婚，资产、债务、舆论只会越来越麻烦。你不是怕麻烦，你是不想离。苏涛，你别逼我。我就逼你！你现在给我求婚，就现在，快点！够了！所以我活该替你养老婆孩子，活该替你陪公司，活该流掉你的孩子，最后我连一个承诺都没有。不是我不承诺，是现在真的不合适啊。那什么时候合适呀？1个月、3个月，等公司破产，还是等你被江念彻底踹掉啊？江念，你早就知道他不会娶我的，对不对？我只知道，抢来的男人靠不住。苏涛，你喝醉了，别在这闹了，好不好？我闹，陪你创业，帮你陪客户，我替你挡酒。我喝到胃出血的时候，你说我是女强人，你说你爱我。我现在让你娶我，是我闹。冉冉在睡觉，要吵你们出去吵。先跟我回去。沈月，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想过娶我？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啊？现在说这个不合适。你用这句话搪塞了我多久了？公司都快没了！你能不能别逼我？我逼你，是他在逼你。他跟你要6万的生活费，你直接就打了。他女儿学琴，他爸看病，他们母女俩在家里吃蛋糕、看电视，凭什么要我掏钱呀？怎么？现在不是你花钱买身份的时候了？你闭嘴！6万块1个月，是你自己亲口说买断正妻身份。你现在没钱就来我家撒酒疯了？那是谁欠我？他欠你的，你找他。你来我家闹什么闹？沈月，你们夫妻俩合起伙来骗我钱呢，是不是？啊！你还我钱！你还我青春！你还我孩子！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我每天熬夜加班，喝到吐，胃喝坏了，我月经都停了。我赚的钱去哪儿了？啊？6万的转到你老婆的卡里了。都6万的转到你老婆的卡里了。当初是你自己说要花钱买断关系，也是你不让我回家的。现在公司赔了你，怪我？那不然怪我吗？生产线是不是你点头的？客户是不是你得罪的？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客户啊？要不是你非要接医院那个破订单，公司会赔成这样。要不是你乱砍繁体，老客户会走吗？你跟我扯什么老客户啊？公司变成这样，全部都是因为你！你就是一个自作主张的赔钱货！怎么还敢打我？打的就是我他妈打的就是你！敢骗我！就是他！你们骗人！有人打死我！够了！你今天就给我一个解释，公司倒了我怎么办？我的名声怎么办？你的名声？你上门逼婚，在别人家发酒疯，你还有名声呢？别人家，这不也是你家吗？是啊，我跟江妮还没离婚呢。所以我是那个别人，你终于说出来了。我没这么说。那你就是那个意思。金韩部长。你疯了！
疯了！我早说了，我被你逼疯了！竟然你们就知道骗我！你给我死了！你想砸死我？我就是你救人才死的！你们两个没完没了是不是？沈月，把他带出去。没看见他疯了吗？我疯了，你才疯呢！沈月，那就是个骗子！你骗我说你会好像砸东西，让我说他就是一个保姆，你别搞了，我要报警。兄弟，你在干什么？有人闯到我们家打架，已经有人受伤了。非要把事情闹大吗？是我闹大吗？好奇，是不是你一主任报警了？江念，你现在满意了吧？我只是不想我家变成你们两个人的战场。江念，真狠，比不上你们。年年，能不能别让警察上来？我可以马上带他走。晚了。两位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记录。小女士，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说明情况。我将追究你们损坏我家里物品，以及扰乱我家里生活损失。事情基本上已经清楚了，以后有纠纷好好解决，别再到别人家里动手了，尤其是有孩子，影响很恶劣。知道了。都回去吧。妈念，你现在高兴了吧？不高兴，只是觉得吵。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公司的股权和资产剥离，其实也没什么资产，办公室的租金和押金都退不回来，设备折价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都说，猪站在风口上也能起飞。现在不得不承认，我跟苏唐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无所不能。念念，对不起啊。前些年我凭本事赚的钱，现在又凭本事亏了，还往一场。冉冉呢？上课。李老师那边还是你接送啊？等我公司彻底处理完了，我就回来。以后冉冉练琴我接送，爸复查我也陪着去。苏唐那边我已经跟他彻底说清楚了。说清楚什么？以后不再来往。念念，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做的不好，公司没了我也认了。人总要摔一跤，才知道谁才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人。所以呢？所以我想回来，我想好好补偿你跟冉冉。公司没了也不全是坏事，至少我有更多时间可以陪家里了。幸好我之前把资产过到了冉冉名下，这样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好好过日子。你觉得这是退路？难道不是吗？这什么呀？离婚冷静期到了，咱俩离婚。你没取消？对。是。现在公司出事了，我跟苏唐也分了，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闹离婚？你该不会觉得，你跟苏唐一次又一次那样羞辱我，践踏我的自尊，我还会在家等着你浪子回头吧？可是你这段时间你也都没有那个……我这段时间怎么了？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再提过离婚。你看我每次回来，你都没有赶我走，冉冉也好，爸也好，我们不是一直都还像一家人一样吗？从你出轨的那一刻起，在我心里，
你就不是丈夫了。江念，我不作不闹，并不是觉得你不和谐。看看协议书吧，去领离婚证。什么叫没有任何夫妻共同资产啊？江念，你跟我开玩笑的啊！我之前给你转的那些钱呢？加起来也有1000万了，还有2套房子呢。在你跟苏唐同居、开公司之前，家里所有的资产全部都已经转移到冉冉名下了。你亲口答应他，白纸黑字签了名。我们是为了让你安心，那是我们一家人的资产啊。法律文件上写的很清楚，是赠与冉冉。子女名下的财产不参与夫妻离婚财产分配。所以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演戏啊？不是演戏，是自救。自救。所以你故意骗我取消离婚申请，榨干我的钱，还挑拨我跟冉冉的关系。江念，你什么时候变得心思这么深沉了？至亲至疏，是夫妻。你背叛婚姻，劝我容忍苏唐，纵容他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我，那你就别怪我采取一切手段自救。我不过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别侮辱男人了，你不是选择，你是选择在婚姻里面背叛，选择在女儿面前和苏唐去暧昧，选择拿钱来买我的沉默。所以你现在输了，你凭什么让我替你体面收场？所以冉冉的抚养权归我，你按月支付抚养费。至于探视权，根据法律规定来，但前提是绝对不能带他去接触苏唐。你想让我净身出户，还想把女儿也抢走啊？不是抢，冉冉是你自己丢掉的。我补偿，我可以补偿的。我以后再也不出去乱来了，我好好在家当一个好爸爸。以后冉冉练琴我接奏，家长会我也会去的，学校任何活动我都去。爸那边我也会孝顺的。晚了？不晚的。念念，我是真的知道错了，现在公司没了，苏唐也没了，我们这么多年夫妻，你不能这么对我的。你不是知道错了，只是你沈玉现在没有退路了。所以你就早早布局，等我破产，等我来求你。我等的是离婚冷静期嘛。把我的房子和钱全骗走，还想让我签字认命？我不签，我不签！江宁，你休想！江宁，我告诉你，我找律师，你1分钱都别想独吞。随你。你给我等着！这些全部都是婚内财产，我要求重新分割。孩子名下财产能否确定为恶意转移的话，要看证据。但你签过家庭资产转移过户，明确同意将资产转移到女儿名下，难度不小。那些钱都是我赚的。如果你能证明他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可以主张。那就起诉，我要让他把吞进去的全吐出来。江女士，您的律师函。谢谢。沈月，我让你随便告，你还真以为我没准备。沈月，我让你随便告，你还真以为我没准备。那我们就不管了，等他们狗咬狗。沈玉要是不想赔这800万，就只能在质检报告上作假，到时候就不是违约，而是赔偿。我必须要拿到他伪造的质检报告，有了这个把柄，我才能彻底把他按死。这个好说，我帮你拿。你怎么会有那份奖？你忘了，我之前是医疗实验室的检测员，设备的精准度、医疗设备检测，
我比你们这些只会陪客户喝酒的人懂得多。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知道有风险，但签合同的是苏唐，拍板发货的是你，我可没逼你伪造质检报告。江念，你到底想干什么？婚内出轨的证据、报警记录、转账记录，还有你们公司违规的证据，我都已经留了备份。你以为就凭这些东西，我就会怕你？不信你可以试试，我敢向你保证，这份伪造的质检报告单很快就会出现在你客户还有监管部门的桌子上，到时候你失去的可就不只是钱了。理由？往厕所。但我不会答应离婚的。离不离婚，由不得你。本院认为，原告江念与被告沈玉夫妻感情已破裂，调解无效，依法准予原告江念与被告沈玉离婚。婚生女沈冉冉随原告江念共同生活，被告沈玉依法承担相应抚养义务。关于财产部分，双方已确认不再主张对未成年子女名下资产进行分割，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是否听清？听清了。被告呢？听清了。谢谢。念念，念念，念念，我们真的就这样了吧？从你选择苏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这样了。那冉冉以后还会叫我爸爸吗？那要看你怎么做，不是看我怎么说。沈月，从今以后，我们只是冉冉的父母，再也没有其他关系。江念，我们谈谈。说。公司创立的时候，我拿出了几乎全部的积蓄，公司的盈利也基本上都作为生活费转给你了。我刚查出胃部癌前病变，医生说我不能喝酒，不能熬夜，不能下高强度的应酬。一个不能喝酒的销售，算什么销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无路可走。所以呢？所以看在大家都是女人的份上，你能不能起码把我认缴的资金还给我？多少？180万。这是我所有的积蓄，没有这笔钱的话，我连后续的检查治疗我都做不了了。苏小姐，凭什么问我要？凭这笔钱现在都在你这里啊！你规定我连贵公司的门都不许进，所以那个公司从头到尾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江念，你不能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我摘不摘得干净，由不得你说了算。你拿着我们公司赚的钱养女儿、买房子，你现在说跟你没有关系啊？苏小姐，第一，那笔资金是沈玉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给家庭的家庭生活费。第二，冉冉是我们的亲生女儿。第三，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算这笔账？那里面有我的钱，那你应该去找沈玉要。江念，你明明知道我为了这个公司喝酒熬到胃出血，那些客户一个一个都是我赔出来的。我知道，所以我更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应该替你和沈玉的选择买单。我不追究你们两个人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长期共同居住，已经是对你们两个人最大的宽容。你非要逼死我？没有谁要逼你，路都是你自己选的。当然了，
你替公司卖命这件事情，我也略有耳闻，辛苦了。江念，你真狠。江念，沈玉，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怎么来了？怎么？我连来找你的资格都没有了是吗？我们已经分了。你说分就分了。你身体怎么？别假装关心我了，公司没了，我的钱没了，身体也熬垮了。你欠我的，你打算怎么还？公司是我们2个一起做垮的，我不欠你什么。可当初是你说公司能赚钱的。江念全身而退，你净身出户。我一生病，现在你不娶我，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娶你干什么呀？我们重新开始。你跟我结婚，我陪你东山再起。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绑在一起。你为了回去找那个江念是不是？沈月，我不好过，谁也不好。冉冉，冉冉，爸爸听说你要参加小提琴比赛，爸爸陪你去好不好？不用了，妈妈会陪我的。冉冉，念念，念念，我就是想再好好陪陪冉冉。他不需要。我是他爸爸。爸爸不只是一个称呼。冉冉，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妈妈也会给我买。爸爸就送你一段，好不好？就一段。我想跟妈妈走。原来不娶我，是为了给别人当好爸爸。如果你不娶我，我就让你女儿在小提琴比赛上身败名裂。喂？你想干什么？我想要一个身份。不可能！那我就让你最想补偿的人跟我一样抬不起头。你疯了！是你逼疯的。苏唐，结婚，或者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沈冉冉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孩子的比赛，我不在乎。苏唐疯了。你们的事儿别来我家。他要去冉冉的比赛上闹。你知不知道，这次比赛是冉冉实现梦想的关键机会，是你把姐姐告诉他的。不是，他应该是去了辅导班，看到了传单，扫了公告栏上的临时群二维码。你报警了吗？没有啊。怎么？你怕他把你也拖下水啊？我不是。你就是。爸爸。冉冉，冉冉，今天比赛，
爸爸陪你去。冉冉，你可以自己选。不用了，我只想跟妈妈走。李老师，有人冒充家长进了临时比赛群，麻烦你通知现场管理人员还有群管理，对他们有可能泄露未成年人隐私。好，我马上来处理。你带冉冉先过来，孩子比赛最重要。谢谢。我跟你们一起去。随你，离他远点。你们知道沈冉冉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吗？各位家长，听我说，涉及未成年人隐私，请不要转发，把照片全部删除一下，不要有2次的传播。是冉冉的爸爸，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就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沈冉冉准备上台。妈妈，是不是出事儿了？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啊？没有啊，那些是大人们之间的事情，跟你可没有关系啊。你只管好好拉好自己的小提琴，其他的事情交给妈妈。你到底想干嘛？让他们看看你光鲜表面上的真面目。今天是冉冉最重要的比赛，别在这发疯。你的女儿是宝贝，要体面。我呢？我被你毁了，我就活该忍气吞声吗？手机给我，给我！神经病的，给我！冉冉，看妈妈。这就是沈冉冉的爸爸，都看看！嘴啊！松开！别闹了，海上孩子还在比赛，安静！我要报警。我已经报警了。曾念，你满意了吗？不满意，因为你俩这场闹剧影响到我女儿比赛了。凭什么她还能安心拉琴啊？凭什么你们一家人还能安稳度日啊？谁报的警？又是你们！我报的警。他今天在这里寻衅滋事，泄露未成年人隐私。跟我走一趟，配合调查。是你骗我，但你也毁了我。妈妈，冉冉妈妈，冉冉这次表现绝佳，是全场第1名，直接获得市里选拔赛的资格。之后啊，还有全国比赛的名额。冉冉，真厉害。那你们先忙，我先去忙啊。冉冉，今天拉得非常棒，爸爸为你骄傲。念念，我是真没想到苏棠会闹成这个地步。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以后你再敢让他靠近冉冉，打扰孩子的生活，还有比赛，我不会只是报警这么简单。我知道，是我的错。又是你们比赛现场拉扯，群发隐私信息，你们知道这影响有多恶劣吗？我就是想讨个公道。讨公道也不能口未成言。是他先骗我的，他跟我说他和他老婆马上就离婚，我把钱投进公司，身体也熬垮了，他现在什么都不给我。经济纠纷要走法律途径，你也不能去比赛现场闹啊！我要求他签保证书，不得靠近我女儿学校，不得联系我女儿，不得泄露未成年人隐私。合理。相关信息已经通知群管理员删除，以本人手机里的群发内容，未成年人的信息要当场删除，不得进行2次传播。凭什么让我删啊？涉及未成年隐私，也涉及你违法行为的后续控制管理，不配合就依法处理。签字。再有下次，依法处理。我保留继续追责的权利。可以。念念，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的。你该负责的不止这一件事。负责？你拿什么负责啊？苏唐，你能不能别再闹了？你还敢让我别闹了？陈月，这件事情因你而起，我会帮助你。你还来干什么？沈月，我今天去医院复查了，医生说我没有几天了。有病就去治，别来找我。我们俩把彼此耗成这样，你只有一句别来找我。我们早就结束了。结束了。我为了你留孩子，为了你喝酒把胃熬坏，我的钱、时间、体面都没了。你现在说我们结束了？你能不能别翻旧账？那段日子谁都不好。那江念呢？他好过吗？他全身而退了，拿着1000多万和2套房子，过他的安心生活。只有我们2个人一无所有。算了，时间不多了，我不想再纠缠这些了。沈月，车钥匙给我，我开车，咱们俩去兜兜风吧。雾太大了，慢点开。苏唐，我让你开慢点。你还怕死啊？别发疯！我发疯？沈月，我不发疯的时候，你看见过我吗？你今天情绪不对，先靠边停车。靠边儿？我的人生早就没有边儿。停车！我让你停车！你干什么？你怕了？你当初背着江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不怕呀？你让我陪你创业，陪你应酬，陪你演那场潇洒自由的戏的时候，你怎么不怕呀？公司倒了，谁都累。你别把所有的错都推给我。那推给谁？推给我自己吗？是我自作自受，
说我活该爱错人，活该得癌症。我没这么说。可你就是这么想的。减速，速他！沈玉，你和比赛中就没事了。喂，姐姐。念念，沈玉和苏糖没了。盘山路出了车祸，车冲下去了。救援队到的时候，2个人都没气儿了。我知道了。你还好吗？我很好，以后他们的事儿再也不会打扰到女儿了。谢谢你，琪琪。妈妈，慢点儿！第1名，我们然然也太棒了吧！那当然啦。然然妈妈，我建议呢，冉冉去参加全国小提琴选拔比赛，她是有这个实力的。全国选拔？对，如果后面成绩好的话，是有机会进入国际青少年音乐交流项目的。那边可是有金色大厅青年专场的推荐名额呀。我先去忙。金色大厅？好好想想哈，我先回去忙，待会儿见，冉冉。妈妈，我是不是很快就能去金色大厅拉琴啦？很快。我会更努力。我想拉琴给你听，也想拉给外公听。外公一定会坐在台下听我们冉冉拉琴的。你们，佳念，你做的很好。妈妈，他是谁？冉冉，你很棒，后来你真的上了很大的舞台。真的吗？真的，钱可一直没有丢掉哦。念念，爸也好好的啊，你别怕啊。沈玉和苏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选择也不会再影响到我们。我们现在过得都很幸福。好，那就好。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也谢谢你守护了冉冉。妈妈，你怎么哭了？因为妈妈很高兴啊。冉冉，过来拍照了。来啦，慢点儿。这一次，一切都刚好。妈，外公，我考上了，我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取了。哎呀，我的好外孙女真棒！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了。妈，我终于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拉琴了。我以后要站在有金色大厅的舞台上演奏，到时候妈、外公，你们可都要来看我演出。那肯定啊，外公一定去。好，我们一定去。哎呀，念念啊，现在回头想想啊，真是庆幸当年你要是一时冲动跟那沈玉离了婚，哪有我们现在幸福稳定的生活呀？当年那沈玉出轨的事儿吧，爸是铁了心了，让你跟他立刻离婚。可我看着你的吧，挺沉得住气，好像早有准备的样子，所以我就没再劝。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当年那日子，差一点就走到头了。不过还好，我接到了那通电话。是什么电话？是一通来自10年后的电话。未来的我提醒我暂时先不要离婚，稳住局面，才能守住东西。不是那个念念啊，你当年还是压力太大了，你是不是记错了？或者是就是做了一个梦，10年后的电话，这太匪夷所思了。不是啊，是真的吧？一通10年后的电话，冉冉也记得。我不记得了。就是你上小学那次，李老师推荐你参加全国小提琴大赛，当时我的手机来了一通陌生电话，冉冉当时在旁边看到的呀。比赛的事情我记得，但是电话的事我真的不记得了。可是我明明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是铁了心要离婚来着，就是那通电话才让我彻底下定决心的。傻孩子啊，咱别去纠结那个是真是假了。
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一家人幸福安稳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然然啊，前程似锦，这不就最好的结果吗？就是啊，妈妈，不要想以前的事情了。好，那快帮我收拾出国的东西去吧，